开局一家无人问津小饭馆，看我如何把它做成天下第一美食店。这个男人刚刚辞掉城里的工作，回到村里，只是到山里散心，没想到天降二哈，用脚趾头都想不到，我居然是个美食系统。开局便送了一本食谱和一家饭店。旺财，饭店的位置具体在哪里？你骂谁呢？你才是狗，你们全家都是狗。啊，我好像真的是狗。旺财就旺财吧，饭店在九龙峡峡口处，离这2公里。那你？孙三一阵错愕，他原本以为饭店至少也会在县城，没想到竟然就在这九龙峡东端的峡口处，那里只是一片荒野。旺财，你是认真的吗？饭店真在那个位置吗？是的，骗你我是狗。好吧，不管怎样，还是先去看看送的饭店。来到九龙峡东端峡口处，看到一栋温馨古朴的小楼，上面写着深山中餐厅5字。这里距离最近的人口集中的地方是孙三所在的长乐村，直线距离2公里，然后到镇上有5公里的路程。旺财，我们是不是应该把饭店换个地方？就这地方10天半个月都不见一个人影，能有生意吗？只要有本汪在，你就能做出天下间最好吃的美食。即便是在这山野中，也一定能够门庭若市。这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也罢，那就这里好了。只是开饭店必须要有的相关手续以及各种资格证和营业执照，这店都有吗？本汪办事你放心，本饭店合法合规，干得漂亮。说完，孙三走进饭店，查看自己的产业。1楼是餐厅和厨房，2楼是住宿的房间。他一边熟悉店里，一边学会了食谱阳春面的做法，并接到了卖50碗阳春面的主线任务。巡视一圈后，就带着旺财出了饭店往家走去。路过一块菜地时，旺财突然喊道：检测到游戏副本，消灭20只28星瓢虫，完成奖励上等品质面粉500斤，要不要干他喵的？这么简单就能给500斤上品面粉，这不跟玩一样吗？动动手指头就捏死了，干他喵的！孙三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瞬间自己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什么情况？不是要消灭28星瓢虫吗？怎么换地方了？就在孙三疑惑之际，突然感觉自己被什么东西盯上了，一瞬间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这又是什么情况？孙三小心翼翼地回头，看到一个庞然大物正虎视眈眈地盯着自己。卧槽，草率了！如此巨大的28星瓢虫，那我杀得过个毛啊！旺财，我能退出副本吗？随时都可以啊。那如果我在副本里翘辫子了会怎样？你会被踢出副本？尼玛，吓死老子了，还以为真的会死呢。你第一次进副本可以送你一把大宝剑哦，嘿嘿，这个可以有。差点我就准备抡着拳头上了，万事俱备，准备干他喵的！剑来！哪里？宝剑在手，天下我有。在拿到剑的那一刻，孙三感觉到身体不断的有力量涌出。大战9918回合后，成功砍翻20只瓢虫，完成任务，获得掉落物品若干。任务奖励上品面粉500斤。从副本出来，孙三突然想起了一个重要问题：我在副本花费的时间至少有半个小时，不知道现实中时间过去了多少。1秒钟。无论你在副本里待了多长时间，现实世界里时间都只过去1秒钟，竟然只过去1秒钟。这么算的话，刚刚那些大瓢虫都是被我秒杀了。哎，无敌是多么寂寞。呵呵呵，我看啊，你应该叫1秒男。而后，孙三回到了家里，老爸老妈问起在九龙峡开饭店的事情，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过2天就可以正式开始营业了。你想在那里开饭店尝试一下也可以，不过如果开不下去的话，该出去找工作还是要出去找工作的。老爸老妈并不认为在九龙峡开饭店能够开得下去，虽然有些时候会有城里人去九龙峡游玩，可能会在店里消费，但仅靠那点人是不可能支撑一家饭店运营下去的。我就是想尝试一下，如果开不下去，肯定还是要出去再找工作的。老爸老妈都长松了一口气。既然你是这么打算的，那我们就放心了。虽然没有人来祝贺，嘿嘿，但仪式感不能少。哎，死要面子狗受罪，把本汪的屁股都崩秃了。为了中午可以正式开门营业，孙三来到厨房，把从副本获取的食材取出处理备用。临近中午，终于做好了开餐前的准备和自己的午饭阳春面。
清香和醇鲜爆满整个口腔，非常好喝。顺滑爽口，非常好吃，不愧是系统传授的手艺，这应该是世上最好吃的阳春面了。有了味道这么好的阳春面，不怕没生意。吃完面，孙三写了个菜品牌匾，放在了店门口。一切准备就绪，就看什么时候才会有顾客上门了。孙三看着店门外，放眼望去尽是美景，却不见一个人影，就在店门口的躺椅上躺下，享受这惬意的生活。不久后，一辆小型货车缓缓驶进了饭店的停车场。这么快就有客人来了？谁说把饭店开在这里就没有生意的？只见一个30多岁的男子从驾驶室下来，朝这边走了过来。老板，这里是饭店吗？是的，欢迎光临。没想到这荒郊野岭的地方还真有一家饭店，这饭店能有生意吗？也不知道这老板把饭店开在这里是咋想的，不过自己倒是正好要吃点东西。男子叫魏平，是长溪县城一家家电店的送货员。今天送一台电冰箱去桃山村，正感觉饿了的时候，发现这地方竟然还有饭店，便把车开进了停车场。都有些啥吃的啊？孙三指了指今日供应牌匾，魏平看了看，疑惑地问道：“只有阳春面吗？”对，暂时只有阳春面。魏平并不意外，心想这地方能有面卖就不错了，只要不难吃，能填饱肚子就行了。那好，给我来个大碗。好的，好的，没有问题。客人里面请坐。随后，孙三安排客人坐下，自己走进厨房，一番熟练的操作后，一碗大碗阳春面就下好了。好香啊！魏平极为意外，阳春面都这么香的吗？而且看着非常有食欲，感觉会很好吃。卧槽，竟然如此好吃，又香又鲜。他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面，不一会的功夫就把一大碗面干完了。他从来没想过吃一碗面会如此享受。老板，这也太好吃了！我之前从来没吃过阳春面，吃阳春面本来就这么好吃，还是老板你做的好吃？这两种原因都有。这就是说，和老板你的手艺也有很大的关系了。老板，你有这手艺，怎么不去县城开店啊？你要是去县城开店，客人绝对天天爆满。比起县城，我更喜欢这山野，在这里随便抬眼一看都是美景，让人的心情放松和愉悦。这里景色的确是极美，只是魏平还想再说什么，但没有说出口。老板，再给我来个小碗。好的，请稍等。不多时之后，孙三又将一碗小碗阳春面放到了魏平的桌子上，他立马开吃，又将这碗小碗全部吃完之后，这次魏平彻底满足了。老板，你这手艺真的是……呵呵，你吃的满意就好。满意，非常满意。说完，魏平拿出手机扫码付钱，一共21块，离完成主线任务还差48碗。魏平付完钱，和老板道别后便离开了。孙三躺到椅子上，再次等待客人上门。可惜，直到下午6点，都再没有一个客人上门。孙三关上店门，晚上准备让老爸老妈尝尝自己做的阳春面，于是拿了一些面条和高汤，骑上摩托车回家去了。回到家后，老爸老妈听说儿子今晚要给他2路1手，都非常高兴。一番操作后，3大碗阳春面下好了。老爸老妈尝了一口后，一脸的难以置信。你小子什么时候有这手艺了？有这手艺，如果去城里开家面馆的话，应该会比上班挣的钱多吧？我在九龙峡的店都开业了，总不能刚开业就关门吧？怎么也得开个2、3个月啊！老爸老妈点点头，知道儿子有这手艺，他们也不急了，将一大碗面吃完后，又让孙三给他们每人又整了一大碗。孙三躺在椅子上，希望今天也至少能有一个客人上门。然而许久之后，也不见一个人影。反正没客人，去峡谷抓点鱼吧。于是拿了一个用竹篾编成的簸箕，一个小桶，来到了峡谷。正在抓鱼的孙三看到峡口处出现了几个人影，看起来应该是来峡谷游玩的游客。嘿嘿，游客都是潜在客户，看来今天有机会开张了。还可以这样抓鱼啊，感觉好有意思。这好像是西石斑，虽然小，但很好吃。我在网上看到过，兄弟，这是西石斑吗？是的，是西石斑。兄弟，你来玩还带着抓鱼的工具啊？我是专门来抓鱼的，我就住这里。峡口那里有一家饭店，你们有看到吗？那是我开的。你是说那家深山中餐厅吗？我没有看到啊。那饭店是在营业的吗？在呀，你们中午要是饿了，欢迎来吃饭。虽然目前只卖阳春面，但味道非常不错。行，到时候看吧，我们自带了干粮。
孙三知道这只是对方的客套话，但也没再多说什么，再抓了10来条就收工回到饭店。处理完吸食班，已经中午，就躺在椅子上等着那几个年轻人来吃面。虽然当时那男生只是客套一下，但现在很有可能已经改变了主意。干粮再好吃，那也比不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不多时之后，果然看到了几个年轻人的身影。对了，那老板是不是说了他卖的是阳春面？好像是，不过阳春面好像主要是在江南一带盛行吧，我们这里不流行吃这个。我以前在浙省那边吃过一次阳春面，味道还是很不错的，就是不知道那年轻老板的阳春面正不正宗。不管正不正宗，只要味道不要太难吃就行。这倒也是。你们说，那老板为什么要把饭店开在这里？在这里能有生意吗？那谁知道呢？可能就是为了卖我们这些来游玩的人吧。但来这里玩的人不多吧？这里虽然景色极美，但离县城终究太远了一些。靠这个卖钱，那能卖几个钱？那就不知道了，真是难以理解。老板，我们来了。欢迎光临，请里面坐。几个人这个时候都看到了今日供应牌匾，大碗12，小碗9块，价钱倒是很良心。2个男生要了大碗，3个女生要了小碗。一番忙碌后，5碗阳春面下好了。几个人看着眼前的面，都有些难以置信的瞪大了眼睛。哇，看起来很好吃啊，闻着也很香。这真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难道老板先前说的是真的？他这里的面真的很好吃，赶紧尝尝。 5个人都迫不及待的开吃，一吃之后更是满脸的不可思议，竟然如此好吃。这是啥呀？这也太好吃了啊！哎，我真的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再来一口。啊，太爽了！你之前在这省那边吃的阳春面也是这么好吃吗？差远了，这面要好吃很多。我还以为阳春面本来就是这么好吃呢。这么说来的话，是这老板的厨艺太好了。说完，2人继续吃面，而3个女生压根没听到他们的谈话，双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嗦阳春面。很快，几个人就都吃完了面，连汤都喝得一滴不剩了。老板，你这做面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你是国家特级面点师吗？那倒不是，您过奖了。感觉特级面点师做出来的面，最多也就是这种水准了吧？老板，你怎么不去城里开家面馆啊？我们公司楼下就有门面出租，位置很好。老板在那里开家面馆的话，生意绝对火到爆。听刘旭这样说，其他4人都眼前一亮。要是这老板真去他们公司楼下开家面馆的话，就太爽了。我这里才刚开业，先开一段时间看吧。如果以后实在是开不下去的话，再考虑去城里。几人听后都有些失望。随后，几人付完钱，继续游玩九龙峡去了。又卖出5碗阳春面，离任务完成还差43碗，离任务完成又前进了一小步，干巴爹。送完一趟货的魏平在路边看到一家以阳春面为主打的面味家面馆，看着生意很不错。回味起九龙峡吃到的阳春面，忍不住走了进去。老板，来一个大碗阳春面。好嘞，稍等，很快就好。不久后，魏平看着端上来的面，有些失望。这面看着就没有九龙峡饭店的面那么好吃，闻着也没什么香味。味道还可以，但和九龙峡饭店那面相比就差得远了。虽然味道差距大，但也不能直接不吃了，将就着把面吃完，来到收银台结账。兄弟，觉得味道如何？还可以，不过老实说，和我在另外一家吃的阳春面相比，差得有点远。不应该啊！据我了解，整个县城，包括我这里在内，都只有3家面馆在卖阳春面，其他2家的阳春面绝对没我这里的好吃啊！我这里做面的师傅是国家初级面点师，还专门研究过阳春面，我这里的阳春面绝对是最好吃的。你说的是哪一家？我说的那家不在城里，在九龙峡。九龙峡这地方我倒是听说过，但那里应该是荒郊野岭吧？怎么会有面馆？确切的说，是一家饭店，只是目前暂时只卖阳春面。饭店？在那里开饭店？我其实也不知道那老板是怎么想的，但他做的阳春面真的非常好吃，要比你这里好吃很多。蒋才东看着魏平，不知道魏平这话应该信几分。老板，走了。好的，您慢走。魏平走后，蒋才东一直在想魏平的话，他觉得魏平的话根本不可信，但对方没理由骗自己，于是走进了厨房。梁师傅，你去过九龙峡吗？九龙峡，听说过，但没有去过。老板为何这样问？
刚刚有一个顾客说，在九龙峡有一家饭店，那里的阳春面远比我们这里的好吃。老板，这怎么可能？那顾客纯粹是随口瞎说。且不说九龙峡那地方怎么会有饭店，就算有，卖的面肯定也就是普通家常面，味道不难吃就不错了，还远比我们的好吃，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嘛。那老板要是有那本事，干嘛还要在九龙峡那地方开店？再说了，其他地方我不敢说，但在我们长溪县，我做的阳春面绝对是最好吃的，这一点老板应该很清楚才对啊。我也觉得他的话根本不可信，只是又想他没道理骗我们了。有些客人就是这样，喜欢瞎说，乱吹牛逼，老板直接无视就好。说的也是。下午5点，游玩的几个人再次来到店里，每个人点了一大碗阳春面，吃完非常满足的付钱离开了。距离任务完成还差38碗，嘿嘿，已经看到一点希望了。再接再厉，希望明天也同样会有客人上门。今天晚上就住这里了。孙三早早起床，开门营业，提着一把柴刀到了饭店后面不远处的一片毛竹林。你这一大早的提着把刀是要干嘛去啊？去砍根竹子做个鱼笼，以后收鱼笼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哈。你带本汪来就对了，本汪人称霹雳无敌砍竹小能手，有吹牛皮不带打草稿的，真是没见过世面，你就等着瞧好吧。旺财，你好了没有？回去了啊。本汪来了。你叼着个什么玩意？竹子啊，还能是什么？就是小了点儿。难道你以为本汪拿得动你那么大的竹子吗？没有，我只是想说你那根竹子有点好吃，莫名其妙。不一会，扛着竹子回到了饭店门前，将竹子砍断劈成条，开始编鱼笼。这是美术生到这里来写生来了吗？有点像。两个女生看向孙三这边，犹豫了一下，然后走了过来。老板，我们的车可以停那里吗？哦，当然可以了。谢谢老板。老板，你这是在编什么？这是鱼笼，拿去下到流水处抓鱼的。两个女生点点头，然后告辞去了峡谷写生。也不知道两个小姐姐中午的时候会不会来吃饭。转眼到了中午。老板在吗？在呢，在呢。你们要吃点吗？只有阳春面吗？是的，暂时只有阳春面。那我们来2个小碗。好的，里面请坐，我现在就去给你们做，很快就好。小月，我们不是说好了，咱俩都不喜欢吃面，如果真的只有面的话，就不吃的吗？你怎么？我们把车停人家饭店停车场，我不好意思说不吃，咱们就尽量多吃点，不要剩太多了，剩多了不好。好吧。两位请慢用。谢谢老板，这面看起来好像还不错，闻着也很香。这面汤好喝啊，非常鲜香，竟然还有这么好喝的面汤。两人都因为这美味的面汤对吃面产生了兴趣，然后就是一顿猛嗦，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面好吃。老板，阳春面本来就这么好吃，还是因为你做的好吃？孙三听着这个问题，觉得似曾相识，两方面的原因都有吧。两人付完钱，准备返回学校。老板，我们走了，回学校了。开车注意安全。好的，谢谢老板。看着两个人的小车缓缓驶离停车场，孙三感觉今天又是充实的一天，心想接下来应该没有生意了。但不久后，一辆小货车缓缓驶进了停车场。这辆小货车看着有点眼熟。老板，我又来了。魏师傅啊，欢迎欢迎。老板，你是不知道，自在你这里吃了阳春面之后，我现在吃什么面都觉得不好吃了，成天就盼着再送这边的货，然后好再来吃你的面。结果今天下午终于等到了，送你们问仙镇龙山村的货。我送完货回来，就赶紧拐到你这里来了。快快快，一大一小2碗阳春面。你喜欢就好，先坐一会，马上就好。说完走进厨房，很快下好了一大一小2碗阳春面。魏平一阵狂风扫落叶后，满足地说道：老板，这阳春面无论是看到、闻到还是吃到都不一样啊。对了，老板，县城里也有一家面馆主打阳春面，生意还很不错，我昨天去吃了。老实说，他那里的阳春面和你这里相比差得太远了。
你要是去县城开店的话，分分钟把它挤垮。我给那老板说了，说他那里的阳春面和你这里相比差远了，但那老板似乎不信，认为我在吹牛逼。当然，那老板不信，我能够理解。你这里的面如此好吃，如果不是亲口尝过，的确很难相信。是哪一家啊？一家叫做面味家的面馆，在步行街那里，它那个位置相当不错。果然吃2碗才吃得过瘾啊！下次我把我爸妈还有老婆孩子也带过来吃一次，让他们也感受一下这么好吃的面是什么味道。好啊，非常欢迎，到时候我给你们打8折。呵呵，那就多谢老板了。魏师傅客气了。两人又聊了一会儿后，魏平付了钱告辞离开。嘿嘿，今天卖出4碗，距离任务完成只差34碗了。由于对孙三做的阳春面念念不忘，又因上班不能跑那么远去吃面，刘旭等5人找到了县城里最好吃的面馆。老板，5个阳春面，2个大碗，3个小碗。好的，几位随便坐，马上就好。不久后，刘旭几人的阳春面端了过来，几人看到后都无奈地叹了口气，卖相和香味都差了不少。尝过之后，果然味道也有很大差距。几人将就着吃完，来到收银台结账。几位觉得味道如何？客观上说，味道还不错，不过和有一个地方的阳春面相比，差距比较大。什么意思？是什么地方？不可能又是九龙峡吧？你说的是哪个地方？九龙峡的一家饭店。竟然真的又是九龙峡？为什么这几个人也这样说？难道那里的阳春面真的要好吃很多？不应该啊！九龙峡那家饭店的阳春面真的要比我这里好吃很多吗？是的，老板，我实话实说，那里的阳春面超级好吃。老板，走了啊。好的，好的，几位慢走。梁师傅，这天要塌了啊！刚刚又有客人说，九龙峡那里有家饭店的阳春面远比我们这里好吃，还说那是面条中的极品美味。又有客人这样说，他们莫非是串通好的，故意来消遣我们？老板，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他们不像是串通好的。梁师傅，我们一起去九龙峡走一趟吧，去探个究竟。现在就去，最多就是耽误今天下午半天时间而已。也好，听说那里的景色非常漂亮，就当去看风景了。那走吧，开我的车去。安排好面馆的事情，两人开车直奔九龙峡。2个半小时之后，两人看到了孙三的饭店——深山中餐厅。这里竟然还真有一家饭店。老板放心，这种地方的面不难吃就算不错了，不可能比我们的面更好吃的。有道理，走，打假去。2位要吃面吗？你是这家饭店的老板？我说我是，你敢信吗？傻不拉几的，躺在椅子上做梦捡钱的胖子才是老板。那我们先看看。3哥来了2个傻子，快起来捡钱了。捡钱？哪呢？老板，这里只卖阳春面吗？呵呵，是的，暂时只卖阳春面。那给我们来2个小碗。好的，2位里面请坐，面很快就好。哦，2位请慢用。2个人看到面后，神情凝重，非常难以置信，这面的卖相、香味都无可挑剔。卧槽，这口感！原来前天那个客人和今天这5个客人说的都是真的。原来长溪县最好吃的阳春面真的不在自己店里，而是在这里。老板，难道这年轻人是特级面点师？我高级面点师的师傅做的阳春面味道都比这差远了。2人吃面后震惊不已，虽然心里苦涩和难以置信，不过也有一件事情值得庆幸：这家饭店幸亏是开在这里，没有开到县城里，更没有开在我的面馆旁边，要不然我分分钟被他挤垮。老板，你这面很好吃，你有没有打算去县城里开店啊？至少目前还没有打算，以后可能也不会有这样的打算。蒋才东听得心里十分欣喜，心想最好是一直都不会有这打算，那真是太可惜了。老板，可以问一下，你这阳春面是如何做的吗？主要是在面条和高汤2个地方下功夫，然后就是经验和感觉了。这年轻人不讲武德，就这答案说了又等于没说。2人很享受的吃完面后，开车返回城里。梁师傅，那老板有如此手艺，在你们面点师界，甚至是厨师界，都应该赫赫有名才对啊！你有没有听过这号人物？完全没有，而且不是我孤陋寡闻，我其实始终想不明白，他这个年纪为什么能够做出如此阳春面？他的阳春面搞不好能够代表阳春面的最高水平，即便是特级面点师，也未必能够做出他这种味道。
难道他是特级面点师？不是，特级面点师全国加起来也不过2手之数，肯定没有他这样一个年轻人。不过单论阳春面的水平，他搞不好还要在特级面点师之上。那这不是卧虎藏龙吗？谁能想到在九龙峡这地方，还有一位水平在特级面点师之上的存在？只能单说在阳春面上的水平，他在其他面点上的水平如何，这不好说。但综合起来，肯定还是远不如一位特级面点师的。那也非常了不起了。对了，梁师傅，吃了他的阳春面，你有没有琢磨出些什么？有一些猜测，回去做几次试验，应该能够在面条和高汤上都有一些改进。固然不可能达到他的水平，但在我现在的水平上提升一些，问题不大。蒋台东眼前一亮，这才是一位优秀面点师该有的水准和品质。真是没天理了，狗大爷给你的支线任务，你还让本汪替你干？怎么，你有意见吗？没有，以后要是再有这样的任务，请务必让本汪替你干。总算说了句狗话，不就是挖1块1分的菜地吗？你动作麻利点，我还等着领那100斤上品面粉和蔬菜种子呢。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哎。哦，嘿嘿，旺财给力，给你点个赞。罗总，到了，就是这里。这地方的景色的确极美，让人心旷神怡，感觉整个身心都很舒服。的确是，我每次来这里也是这样的感觉。不过，魏师傅，这样偏僻的地方的一家饭店，卖的面真有你说的那么好吃吗？罗总，你放心，他家的面绝对好吃到超乎你的想象。你应该从来没吃过那么好吃的面。那可不一定，我自幼喜欢吃面条类餐品，不说吃遍了全国所有好吃的面，但也差不多了。阳春面我也吃过非常好吃的。罗总之前吃的阳春面，哪怕再好吃，也比不上他家的。真是这样的话，我可就十分期待了。老板，来客人了。魏师傅啊，欢迎欢迎。都是老熟人了，老板不用客气。这位是我们蜀人电器的老板罗峰，罗总。罗总听我说了你这里的面非常好吃之后，便想来尝尝。原来是罗老板，非常欢迎。老板客气了。听魏师傅说，老板这里的阳春面超乎想象的好吃，我很想尝尝。但愿不会让罗老板失望。老板，那先给我们来2个大碗。好的，两位随便做，面很快就好。罗峰难以置信又抑制不住的惊喜，这面的确超乎想象的好吃。魏师傅，非常感谢你带我来这里，现在我完全相信你的话了，这面真的超乎寻常的好吃。连吃遍了全国各地无数好吃的面的大老板都说超级好吃。哼哼，看吧，这就是我们长溪县的面。罗总，你喜欢吃就好。能吃到这样的面，这一次长溪县之行太值了。老板，能吃到你这里的面真是太好了，这是我吃到过的最好吃的面了，真想再来一大碗，但可惜已经实在吃不下了。罗老板吃的满意就好。魏师傅，真不敢相信你们这里会有这么好吃的面。好吃是好吃，就是稍微偏远了一些。无妨，如此好吃的面，即便是再偏远都没有关系。况且这里景色极美，既吃到了美食，又欣赏到了美景，简直就是双重享受。罗总这样说，倒还真是这么回事。三哥，你这天天就是日常卖面，不觉得枯燥无聊吗？我也有同感，知错能改吗？你让我想想理理思路该怎么做。那你想吧，趁着招牌还没让你砸了，我先去上面拴2根绳，过2天可能咱俩用得着。你拴2根绳干什么？挂肉。等等，你别冲动，我改还不行吗？你得给我点时间呢。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饭店在周末终于接到了开店以来最大的一笔订单。看到没有，就是那家饭店。不要问老板为什么要把饭店开在这里，问就是因为这里景色好，
众人心想，九龙峡果然名不虚传，即便那饭店的面没有刘旭几人说的那么夸张，这一趟也是值得的。老板，我们又来吃面了，这次还给你多带了这么多客人来，感谢，非常感谢，大家里面请，里面请。老板客气了。老板，先给我们每人来一个大碗。好的，你们稍微坐一会。今天是怎么了？又有客人来了。旺财，绳子，你拴你自己的就行，我恐怕用不上了。这不好说，我还是给你留着吧。老板，我又来了，我来给你介绍一下。魏平一一介绍后，孙三果然没有猜错，他们的确分别是魏平的父母、老婆和孩子。叔叔、阿姨、嫂子、小朋友，欢迎你们。老板客气了。小伙子客气了。听魏平说你这里的面相当好吃，我们就来了。叔叔好！一阵热闹寒暄后，安排所有客人坐下，为他们上了本店目前的唯一招牌阳春面。孙三看着店里这番热闹的景象，听着客人对自己阳春面的肯定和称赞，心中尽是满足和欣喜。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孙三送走心满意足、满脸幸福的客人后，不禁感叹道：“嘿嘿，看来以后会很忙了。旺财，我主线任务不是完成了吗？怎么没有提示啊？啊，因为我懒啊！沃尼玛，你是真的狗啊！”旺财，我的任务奖励呢？你那么猴急干什么？又不是进洞房。那这是奖励的菜谱。哦，孙三看着清炒土豆丝的菜谱很是惊喜，因为将最普通的食材、最寻常不过的家常菜炒至极品美味，往往最是考究厨师的水平。嘿嘿，从今以后，我炒的土豆丝就是全世界最好吃的土豆丝了。饭店也终于能上新品了。旺财，你是地里的木桩子吗？我敲一下你就动一下，我的抽奖呢？哎，人类真是麻烦。抽吧。懒狗，你这是在干什么？抽奖啊，不是你说要抽奖吗？挑一个吧。你是认真的吗？我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期待已久的抽奖，你就这么敷衍？啊，对不起，对不起。可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我只是在完成我的工作而已。算你狠，我选这个，开。哦，看着牛肉面的菜谱，孙三再一次感到惊喜。阳春面是素面，现在来了一个荤面，一素一荤，完美搭配。老板你好，你应该就是老板吧？听说你这里的阳春面非常好吃，我特意来尝尝。欢迎，非常欢迎，里面请。老板，你这是在干嘛呢？这个吗？对，我家旺财太肥了，我让他负重锻炼减肥呢。滚！你才肥，你这是闲的蛋疼了起我玩。你这狗狗真好玩。好玩？好玩也不让你玩。美女，要大碗还是小碗？给我来个小碗吧，谢谢。好的，请稍等。罗叔，我到了你说的店了，这地方真够偏的，景色倒是真漂亮。待会儿吃完面，我得好好去看看。不过罗叔，这就是非常普通的一家饭店啊，还这么偏远，这里的面真有你说的那么好吃吗？放心，绝对比你想象中更好吃，绝对可以称之为美食。你的美食食谱上绝对不能少了它。真的吗？那看来我可要非常期待了。不久后，孙三将面端了过来，请慢用。谢谢。妹子看着面条，眼睛非常明亮，看起来的确非常不错，闻着也很香，心想也许真的可以进入自己的美食食谱。吃了一口面，妹子惊喜不已。这面的确超乎想象的好吃，不枉她早上7点起床，开5个小时的车来这吃一碗素面。回味片刻后，妹子跟孙三闲聊了起来。老板，你这面的确相当好吃，是我吃过的所有面中最好吃的。没有让姑娘失望就好。何止是没有失望，简直大大超出了我的期望。老板，我要把你的面写进我的美食食谱。美食食谱？我非常喜欢美食，美食是我最大的爱好和追求。我有一份美食食谱，上面记录着我吃过的所有美食中，我认为最好吃的美食。那方便问一下，到目前为止你总共记录了多少份美食了吗？12份。
才12份吗？看来想上你的美食食谱相当不容易啊。那是自然。老板，你的阳春面是我美食食谱上第1份面条类食品，估计可能也会是最后1份。这么看来，我非常荣幸。应该说是我非常幸运。对了，老板，你应该也很喜欢美食吧？的确，在我看来，美食是治愈系的，能够带给我们好的心情，去除我们心里的不愉快。妹子听后竖起大拇指。老板说得好，美食的确是治愈系的。接下来2个人就美食的话题聊了好一阵，孙三感觉彼此熟悉了一些，就问出了他一直都想问的问题。敢问姑娘，是谁告诉你我这里的面很好吃的？罗峰，我和他认识，他应该是前天来这里吃的。老板有印象吗？有印象，有印象，蜀人家店的老板，对不对？对的，对的。罗叔知道我最喜欢美食，有一份记录美食的食谱，就给我说了你的店，说我的美食食谱上必须要有你这里的阳春面。所以我就过来尝尝，看是不是真有那么好吃。结果还真是。真是感谢罗老板的推荐。这都是因为老板你这里的面真的非常好吃，我回去后也给你推荐一波。那就多谢美女了。我姓叶，叶生哥，你可以叫我的名字。好名字，我叫孙三，孙三的孙，孙三的三。我知道，罗叔给我说了。对了，老板，这里叫做九龙峡，是不是很漂亮？我要去转一转。是的，这的风景很漂亮，玩的时候注意安全。好，谢谢老板。胖子又在做什么美梦呢？是不是看上人家姑娘了？别瞎说，山鸡怎么能配凤凰呢？老板快来看啊，你的树上长天牛了。天牛？是吗？我来看看。旺财刚刚听到叮了一声，是不是有任务了？啊，是啊。你这懒狗，我要是不问你，你是不是又不告诉我？我让你懒。我的马杀鸡咋样？舒坦了吧？还行，我不怎么吃力，下次轻点儿。行，下次轻点儿。那就说说任务吧。杀30只天牛，奖励刀工技能和500斤上品面粉。孙三听后大喜，因为他非常喜欢这类副本，不仅能够真实体验打怪的感受，还能获得任务完成的奖励。打怪的过程中，还随时都有可能会掉落食材、食谱、厨具等物品。亲爹，现在就进副本吗？先不进吧。虽然无论在游戏副本里花费多长时间，在现实世界里都只过去1秒钟，旁边的叶美女可能察觉不出任何异样，但是在游戏副本里完成任务后，现实世界里当前一定范围内的所有同类害虫也会被杀死并且消失。总不能让她看见眼前的天牛凭空消失不见吧？这个没问题。凡进入现实世界其他人类视线中的害虫，并不会因任务完成而被杀死消失。哦，系统规则也不是那么死板嘛。赏你1次免打券，免打券，你自己说的啊，骗人死全家。算了，当我没说。眼前一阵虚幻后，孙三来到一个陌生环境中。有了上次的副本经验，他知道其实还是在原地，只是自己的身体缩小了无数倍。眼前这棵高耸入云的参天巨树就是店门前的树了。还别说，以现在的视角看世界，别有一番神奇。卧槽！旺财上装备来了，接刀！掉东西了。之前不都是直接掉进储物格里的吗？孙三捡起掉落的物品，查看起物品介绍，嘿嘿，还挺好看的。孙三此时身上的装备全是新手白装，现在掉落的这件天牛残衣是绿装，不禁问道：旺财，绿装的属性更强吗？是的，你一个资深死肥宅，网游物品品质分为白、绿、蓝、紫、橙什么的，你难道还不知道吗？你这是想用免打券了吗？听完，孙三赶紧换上天牛残衣，瞬间感觉所有属性均有增强。穿上新装备，孙三一阵乱杀，大战108回合后，终于完成任务。这就已经杀死30只天牛了，我正杀得过瘾呢。孙三查看掉落物品，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乾坤电饭锅。这名字听着就牛批，就凭这名字，这电饭锅应该很不简单。
刚从副本出来，叶生哥没有发现任何异样的对孙三说道：“天牛的危害性很大，老板最好是去买点专门杀天牛的药回来打一打。我改天去镇上集市买点儿。好，那我先走了，注意安全。”随后，孙三走进厨房，将乾坤电饭锅取出。外形样式和普通电饭锅没有太大区别，大小和一个4升的电饭锅差不多，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旺财，这电饭锅有什么讲究吗？这电饭锅最多能煮100斤米，普通4升的电饭锅最多也就煮个3斤米左右。这电饭锅居然能煮100斤，都敢叫乾坤电饭锅这么嚣张的名字，煮个100斤米洒水了。那这电饭锅煮出来的米饭，应该要比普通电饭锅煮出来的米饭更好吃吧？好不好吃我不知道，反正它能够达到用饭甑蒸出来的米饭效果。饭甑也叫做甑子，是一种流行于南方各地的传统民间炊具。饭甑蒸出来的米饭要比电饭锅做出的米饭要好吃不少。这果然是一个神奇的电饭锅。老板，你这地方真的很漂亮，手机随便一拍都是大片。我现在觉得你把饭店开在这里，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了。那你先前不觉得吗？先前肯定觉得太偏了嘛，不过现在不会。这里景色这么美，既能吃到美食，又能看到美景，还能去峡谷里玩，非常不错。说得好。对了，老板，你以后还打算推出其他产品吗？要啊，我一直都在考虑和准备，现在准备的差不多了，打算明天就推出2道新产品。当真？看来我今天来的正是时候。是2道什么产品？可以说吗？一道还是面条类牛肉面，另外一道是炒菜清炒土豆丝。叶生哥听后非常期待，他也很想知道孙三除了阳春面之外，做其他的餐品是不是也很好吃。牛肉面全国各地都有，但要说好吃，还得是兰州牛肉面。我还专门去兰州吃过，的确很好吃。我甚至都考虑过，是不是要把它写进我的美食食谱，但最终还是觉得差了一点。不知道老板你做的牛肉面会不会更好吃？这个就只有你自己尝过之后才会知道了。这倒是，那我明天再来。你一来一回开车需要10个小时，明天又来，你不嫌开车累啊？我今天就不回去了，就在你们问仙镇上找个旅馆住1晚好了。这样倒是可以，正好明天镇上逢集，你起得早的话，还可以去集市上转转。不知道你有没有逛过这样的乡镇集市？我对乡镇集市有所了解，但要说逛，好像还真没有逛过。明天早上我看看，如果到时候有兴趣的话，我就去逛逛。2人又聊了一会后，叶生哥便开车离开了。第2天早上吃过早饭后，孙三骑上摩托车出发去镇上购买土豆、青椒、红椒等食材。10几分钟后到了镇上，孙三在市场里转了一圈，3种食材的品质都要么是中等，要么是下等，最后在一个摊位前停了下来。老板，土豆多少钱1斤？土豆2块。那我买点儿。好的。最终，孙三一共买了50斤土豆、青椒、红椒各10斤，把买到的食材放在了摩托车的后架上。孙三扭头一看，原来是一个女生提着的土豆掉了一地。谢谢，非常感谢。不客气，举手之劳而已。咦，你买这么多土豆啊？我开了个饭店，所以多买一些。原来是这样啊！你的饭店在镇上哪个位置呢？没在镇上，在九龙峡那边。九龙峡？九龙峡那里有饭店吗？我去过几次了，没看到那里有饭店啊。才新开不久的，你下次什么时候再去的话，就能够看到了，就在峡口那里。那好的，下次我一定去看看。女生再次表示感谢后告辞离开，孙三也继续逛集市，看看还有什么要买的。想买鸡枞菌吗？老板，你也来了啊？你看，这里竟然有鸡枞菌卖。在乡镇集市上很正常，都是自己在山上找到的。小伙子说的没错，都是自己去山上找的，好吃的很。姑娘要买吗？怎么卖的？80块钱1斤，如果你全部要的话，给你算751斤好了。好，那我全部要了。好，我给你称一下。孙三听老板说80块钱1斤，暗暗点了点头。如果鸡枞菌拿到县城去卖，价格至少120块钱以上1斤；拿到省城，价格会更高，200块钱以上1斤很正常。75块1斤真便宜，在我们那里至少要卖300块钱1斤，而且还几乎买不到。城市里的确是贵，而且不容易买到。这样的乡镇集市感觉怎么样？感觉非常不错，生活气息很浓，感觉比城里的集市更有意思很多，还能买到鸡枞菌。
除了鸡葱菌，其他一些食用菌类也会有，只是今天好像暂时没有。真好。对了，老板，你来集市做什么？我来买点食材，土豆、青椒、红椒这些。那你买好了吗？买好了，在那边摩托车上放着。现在随便再逛逛，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要买的东西。那我们一起逛，我真觉得这集市很有意思。两个人一边闲聊一边逛，逛了一圈之后，两人道别。叶生哥提着东西回了旅馆，孙三则到了停放摩托车的地方，骑上摩托车回饭店。孙三回到饭店后，将摩托车上的所有食材全都收进了储物格里，把今天的新餐品加进了牌匾上：牛肉面大碗14，小碗11，清炒土豆丝16，米饭1元管饱。新的一天又开始了。老板，我来了。新餐品牛肉面和土豆丝可以吃了吗？可以啊，就等你来了。你要先吃哪样？牛肉面吧，小碗。我吃了之后还要吃土豆丝呢。没问题。要香菜吗？香菜是好东西，但很多人吃不来香菜，认为香菜是一种黑暗食材，所以孙三需要问清楚。要的，要的。好的，你随便做，很快就好。说完后，孙三进了厨房，开始煮卖给客人的第一碗牛肉面。烧水，水开后下面，配牛肉汤，配调味料等等。面入碗后，淋上一点辣椒油，撒上一些香菜。牛肉汤色清气香，牛肉垂涎诱人，辣椒油鲜红漂浮，香菜新鲜翠绿，面条柔滑黄亮，完美。好了，你尝尝。叶生哥相当惊喜，看一眼卖相诱人，闻一闻浓香扑鼻。从色香上看，这碗牛肉面已经远超了兰州最好吃的牛肉面。顺滑爽口，和阳春面的口感完全不同，但同样是超乎想象的好吃。只一口，叶生哥就确定了这个世界还存在比这里还好吃的牛肉面的可能性几乎等于0。烂软迷香，同样超乎想象的好吃，都美味到了极致。叶生哥这一次来这里，本来只是冲着阳春面来的，没想到还多了这样一个惊喜，于是给大恩人罗叔发去了信息。罗叔，孙三老板这里新上牛肉面了，我现在正在吃呢，同样超乎想象的好吃，比兰州最好吃的牛肉面还要好吃。太好了，李老板做面的技术果然非常高。我不久前才刚离开长期，早知道的话，应该去吃碗牛肉面再走的。不过没关系，美食不怕晚，我看什么时候抽个时间去吃。好的，罗叔，你一定要来吃，真的非常好吃。那必须的啊。老板，原来你做牛肉面也这么好吃，比兰州最好的牛肉面还要好吃啊！我看以后最好吃的牛肉面恐怕就不在兰州，而在老板你这里了。能得叶姑娘如此评价，我非常高兴。我只希望每一位走进我店里来吃东西的客人都能够吃得高兴，吃得满足。老板说的太好了，老板放心，我相信每一位来这里吃东西的客人都一定会高兴和满足。他们如果心情不好，也一定能够得到治愈，至少是暂时的治愈。但愿每一位走进店里的客人都能够忘掉烦恼。一定会的。老板，我昨天说你这里的阳春面应该是我美食食谱上唯一的面条类餐品，但是现在我还要把牛肉面也加上去。嘿嘿，也许你接下来还会再继续添加更多。老板这样说，让我很期待啊。你可以尽情期待。那现在要尝尝炒土豆丝吗？好，来一份。好嘞，稍等。一番操作后，世界上最好吃的土豆丝出锅了。尝尝看，给点意见。叶生哥看到端过来的土豆丝，不禁感叹：这土豆丝切得真漂亮。本来还担心老板可能只是面食做得好，炒菜水平会一般，看到孙三有如此刀工，他断定炒菜技术绝对不可能差。非常好吃啊！原来把土豆丝的口感炒到极致，是如此让人难以置信的好吃。叶生哥他吃过特级厨师炒的土豆丝，固然也十分美味好吃，但和眼前这盘土豆丝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想不到一盘再普通不过的土豆丝，老板也能做得如此好吃。我的美食食谱上又得再加上老板这里的土豆丝了。叶生哥心里很是感慨，没想到这么快，美食食谱上又要添新的餐品了。
非常高兴再次登上叶姑娘的美食食谱。应该是我非常高兴才对。对了，老板，你以后要是再上新餐品的话，一定要记得和我说一声。好，这个没有问题。两人又聊了一会后，叶生哥付钱离开回省城了，而孙三再次听到了系统提示音。旺财，赶快给我死过来！咋了？着火了吗？你没有什么话要告诉我的吗？是你自己交代呢，还是我捶你一顿你再交代？啊，我知道了，主线1周2000。卧槽，你说的什么玩意？给我说人话！哎，这是任务的中心思想，看你没脑子这样，给你照标准流程来一遍吧。恭喜宿主卖出餐品上新后的第1单，现发布新的主线任务，1个星期时间内营业总额达到2000元，任务奖励食谱1份，抽奖机会2次。昂的死单，1个星期内营业总额达到2000元，算下来平均1天要卖286元。按目前的情况看，很有难度啊！要是任务没有完成会怎样？任务清零重置，直到任务完成为止。也就是说，即便是任务没有完成，也不会有惩罚，只是进度清零，任务重新开始而已。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等等，你刚刚是不是说我没脑子了？难道这大爷是要来吃东西的？开局一家无人问津小饭馆，看我如何把它做成天下第1美食店。小伙子，我能不能请你帮个忙？我的3轮车没电了，能不能在你这里充会电？我给你钱。我就说嘛，大爷不应该会来吃东西才对。大爷，当然可以了，不用给钱，随便充就是了，想充多久充多久。小伙子，钱还是要给的，你的电费也是花了钱的。大爷，真不用，电动车充个电能用多少电？我去给你把车骑过来充。谢谢你，小伙子。钥匙在车上，没有取。小伙子，你这里还卖面吗？对呀，卖阳春面和牛肉面。那小伙子，你给我煮个小碗的阳春面。好的，大爷，那你稍微等一下，我这就去给你煮。好的。小伙子，你这面也太好吃了，吃了一辈子的面，还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面。小伙子，你这里的面可以打包带走吗？大爷，你想打包吗？如果可以的话，待会我走的时候，你再给我下个大碗，我带回去让家里老婆子也尝尝，她也绝对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面。可以打包。不过大爷，带回去吃的话，因为放的时间比较长，口感上可能会差一些。没关系，即便是口感要差一些，也同样肯定还是好吃。好，那待会你走的时候，我再给你下个大碗的。那谢谢你了，小伙子。因为第1次有客人有打包需求，孙三需要到镇上买点打包盒回来，于是对大爷说道：“大爷不用客气，你先吃着，我出去一下，很快就回来。”哦，真是瞌睡碰上枕头，省得我跑去镇上买了。还有一个随机任务，2天内为10位客人完成打包服务，奖励抽奖机会1次。随机任务，那任务没有完成会怎样？那就任务失败，不能重复进行。也就是说，也就相当于失去了1次随机任务的机会。那这也没啥。请问你就是这家店的老板吗？正是。老板你好，我叫曲峰，河阳市人。听说在长溪县城，你这里的阳春面很出名，是全城最好吃的阳春面，是这样吧？江台东不认识对方，而河阳市是新水市邻市，两市之间各方面竞争都非常激烈。他不知道这个叫做曲峰的男子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应该是这样没错。老板是这样的，我是国家中级面点师，面条方面主要制作阳春面。最近听到有客人在说你们新水市的阳春面要比我们河阳市的阳春面更好吃，我对客人的这种说法很不认同，所以我希望和你们新水市做阳春面技术最好的师傅们切磋一番。你们新水市2区3县，我连赢了4场，现在就只差你们长溪县了，不知道你这里的师傅敢不敢和我比一场？在厨师界，厨师们因为各种原因相互切磋的事情很常见。梁台东心想，如果梁恒赢了，会有助于面味家提高名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梁师傅自己决定。你稍微坐一会儿，我去给梁师傅说说这件事情。这是自然。中级面点师曲峰，梁师傅认识吗？没见过，但我知道他。
在他们河阳市厨师界，曲风名气不小。看来他在其他2区2县连赢4场，的确是实力使然了。这是肯定的。那梁师傅要跟他比吗？有把握赢他吗？既然他都找上门来了，那不管有没有把握，都肯定是要一战的。如果避而不战，以后在厨师界只怕难以抬头。至于把握的话，如果是几天前，我真不敢说有几成把握。不过现在，我想可能5-5开吧。从九龙峡回来这段时间，阳春面水平提升那么多，也才5-5开嘛。老板，走吧，我和你一起去见曲风。中级面点师有点牛批啊！梁师傅应该是初级面点师吧？我估计梁师傅可能要输。那可不一定，梁师傅这2天做的阳春面比之前好吃了不少。我估计梁师傅的赢面更大。其他2区2县都输了，现在只能看我们长溪县了。清水市的阳春面还得看咱长溪。希望梁师傅赢啊！我们清水市的阳春面就是要比他们河阳市好吃。就是。听到客人们的议论，蒋才东、梁恒2人突然感觉压力山大。这么多客人看着，他们不想让客人们失望，那就只能尽全力一战了。曲师傅，这位就是我们这里的师傅梁恒。开局一家无人，问津小饭馆，看我如何把它做成天下第1美食店。早就听闻了曲师傅之名，今日有缘得见，非常荣幸。曲风听梁恒说知道自己，心里非常高兴，也有些得意，但面上不动声色。能够有机会与梁师傅切磋1、2，我非常高兴。曲师傅打算何时切磋？可有需要我们帮忙准备的食材？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现在就开始。至于食材，我全都自己带了。既然曲师傅已经做好了准备，那我这边也没有问题。关于评判人，曲师傅可有人选？就麻烦蒋老板吧，我相信蒋老板能够做到公平公正。我没有意见。既然如此，那我就斗胆做一做这评判人了。接下来2个人的阳春面比拼正式开始。曲风拿着自己带的所需食材，跟着梁恒一起进了厨房。老板，2位师傅需要多少时间？啥时候能出结果？主要是高汤熬制很费时，可能需要4-5个小时吧。这么长时间啊？还以为很快就会有结果呢。小伙子，冲了这么久，应该可以骑到家了。麻烦你再帮我下个大碗阳春面打包。好，我这就去。走进厨房，从储物格里取出一个打包盒，一番熟练的操作后，阳春面做好并打包好了。孙三还特意从牛肉汤里捞了一些牛肉加在了上面。大爷，好了。谢谢了，小伙子，给你钱。说完，大爷递过来26块钱。大爷，一个大碗加一个小碗是21块钱。这5块钱是给你的电费，充了这么久的电，肯定是要给钱的。大爷，真不用给，况且也用不了5块钱这么多。双方一番争执后，大爷最终还是将5块钱收回了。那就太谢谢你了，小伙子。大爷，真不用客气。那你慢走，欢迎你以后再来。好，感谢。下午4点半，梁恒和曲风比斗仪式已在长溪县城传开，面味家的大厅已经聚满了客人。既然你们都已经完成了，那么我现在就要做出评判了。蒋才东犹豫片刻后，决定先品尝曲风的面。这曲风果然厉害，这汤的口感要在梁师傅之上啊！细细品味一番面后，更是有些心惊。这曲风真的很强，这面肯定要在梁师傅之上了。蒋才东心里一声叹息，表面却不动声色，随后又尝起了梁恒的面，细细尝过之后，很是有些惊喜。梁师傅这碗面在这几天进步的基础上又更进步了一些，但遗憾的是，和曲风的面相比，差距还是比较明显。梁师傅输了，不能说意外，但真的非常遗憾。获胜的一方是曲风师傅。所有客人听后都非常遗憾，终极面点师终究还是更强。如此一来，他们清水市2区3县就全军覆没了。梁师傅承让了。曲风表面很淡定，但心里却很是激动。现在胜了梁恒，那些说清水市的阳春面更好吃的客人，这回终于知道是他们自己错了。2位师傅可以相互品尝对方的面了。梁恒、曲风2人都尝了尝对方的面。的确，这曲风的面味道的确要更好不少。虽然对方和自己相比有明显差距，但差距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这梁恒的实力比我想象中要更强一些。现场的朋友们有想品尝的，也可以过来尝尝。客人们早就在等这句话了，听到老板发话，纷纷上前品尝。尝过后都觉得梁恒的面比平时他们吃的要更好吃一些，但的确还是比不过曲风。梁师傅、蒋老板还有诸位承让了。
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正式说兴水市的阳春面不如河阳市了。在场的诸位都是见证。蒋才东和梁恒互相看了看，梁恒说道：“不好意思，曲师傅，还不能这样说。”梁师傅，你这是什么意思？不想承认输给我了吗？不，我的确是输了，但是我输了并不代表我们长溪县输了。你的意思是，在你们长溪县，还有人做阳春面的实力在你之上？此话一出，客人们全都眼前一亮，感到十分惊喜。是的，他的实力远在我之上。那么，你认为他能赢我？那必是毫无悬念的碾压。这梁恒明明已经知道了我的实力，竟然还敢这样说，难道这长溪县还卧虎藏龙不成？等等，不对啊！蒋老板，你不是说在整个长溪县城，你店里的师傅能够做出全城最好吃的阳春面吗？难道梁师傅并不是你店里最好的师傅？梁师傅当然是我店里最好的师傅。梁师傅做的阳春面的确全城最好，但不是整个长溪县最好的。蒋老板这话是什么意思？客人们也都有些懵逼，全都看向了蒋才东。意思就是在我们长溪县有人做的阳春面比梁师傅更好，只是他的店不在城里，而是在一个乡镇外的山野之中。乡镇外，山野中。蒋老板，你确定你不是在开玩笑？当然没有。那行，既然如此，还请蒋老板告诉我他店的具体位置，我再去找他切磋。他的店有点远，开车都至少要2个半小时。今天时间不早了，这样，曲师傅，我们明天上午一起过去。正好，我和梁师傅也有去一趟的想法。也好，我本来也需要时间再准备一份食材。不，曲师傅，你不用准备食材，因为明天你不用和他比，而是只需要吃一碗他的阳春面，你自己就会有答案了。这蒋老板啥意思？也认为那个人赢我毫无悬念吗？那明天倒是更要去看看那人到底是何方神圣了。既然如此，那我就先告辞了。明天一早我再到这里来。曲师傅慢走。老板，你们说的是真的吗？真有那样一家店吗？具体是在哪个乡镇啊？的确是真的，就在问仙镇外的九龙峡。九龙峡我之前去过，没看到那里有什么面店啊。才新开不久的，就在问仙镇过去的峡口处。另外是饭店，而不是面店。原来是这样，只是怎么会有人把饭店开在山里，能有生意吗？我只能说，即便是他把饭店开在那里，生意也可能会很不错。客人们听后都觉得很不可思议。老板，你们明天上午大概几点出发？我们也想跟着一起去看看。